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Polly。那刚刚跟大家说明完了资料排序，接着我们就进到资料筛选的这个部分。那资料筛选我们其实有分成3种，一个是维度的筛选。那我们先来讲一下维度的筛选。维度筛选很简单，例如说我们刚刚不管是我们做的这些视图，我要再做一个资料的减量，我就会做一个维度的筛选。因为例如说我们在看营业额，我把它按出来之后，这个是整个总体的营业额，但是我可能只想针对某一些区域、某一些shipping 的方式、某一些类别去做资料的筛选、资料的减量。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第一个方式是我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我把所有的资料都按出来。例如说，我要想要看每一个分类下面的营业的表现，但是我只想针对 technology 去做资料的分析。我可以怎么做呢？我按住 technology， 按只保留，这个是最快速、最直觉的方式去做到资料筛选。那除了用这样子的方式，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也可以直接把 category 放到筛选条件，接着呢用勾选的方式去做。例如说刚刚提到的，我只想看其中某一个分类，我就只勾选它，不要的我就把它按取消。其实在这里的操作会跟我们在网页上面是很类似的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维度的筛选。那在维度的筛选，在不会说只有限定我只能针对某一个维度去做筛选。我除了我想要看这个 technology 的资料之外，我可能想要看西区的资料，我就把这个 region 放上去，我直接勾选 West 西区就好了。甚至我还可以再做一件事情，往下我刚刚讲的 shipping mall 也是我想要去做筛选的条件。那每一个我都很想看，我就按全部。如果有我不想看的，就按取消。甚至我也可以做反向的，如果说它是 standard 的这种配送模式是我不想看的，我就把它按排除。接着我就可以得到我最后的结果，我就做到了一个很入门的维度的资料减量的一个方式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一节课的重点，第一，我在做维度的资料减量的时候，我可以放入多个维度，不是只有单一维度。第二个重点，我可以正面表列穿插反面表列这种排除的方式，这个都负面表列的方式，这个都是可以的。再来的话，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，是不是只能用拖拉进到我的筛选条件达到的结果呢？不是，我也可以在视图上面直接按保留或者按排除。例如说这些特别高的，觉得对我来说我可能都不想要去看，我就可以把它按下去之后按排除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维度筛选的一个方式。好，了解完这门课之后，接着我们就会进到度量筛选。我们这门课先到这边。